今天哈，我们非常高兴，姚老师哈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又来到我们那个精锐直播了。姚老师，你知道，就2025年哈，就是这个新闻就是层出不穷，然后尤其呢，就是这个星期，那个特鲁多呢就是宣布辞职，这个呢周一对早上，这是很炸裂的一个新闻啊，对那个加拿大人呢就是影响的非常大，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你觉得呢？如果特鲁多现在哈就是下台的话，对加拿大的影响会怎么样？是喜还是忧？其实这个下台这个信息啊，或者这个行动啊，我在1年前的我在讲座里面也跟很多我的朋友啊分享过了。在他今年呢，土豆在今年，特别是11、12、1月。它是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时间段的啊。那所说的困难呢，我那时候讲的很隐晦啊，因为也不能够说什么叫下台啊。说果不其然，真的是熬不过1月我记得应该是1月8号、7号，对7号刚好是进入到那个叫丑月，亥子丑呢就会山河水局，11、12。1月，那刚好那3个月呢，刚好遇到这个龙年了。龙年是很多水的一个年份嘛，很多水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土豆是哪个月出生的？它是冬天出生的，所以刚好呢就对这个巨大的影响，冲击它的整个那个仕途。所以果不其然，真的是。不是我厉害，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整个那个规律的那种叫预计是非常准确的啊。说真的，我觉得很多大事件它都是可以预测出来的，对，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其实它也是展示了一个天道的一个规律吧。其实每个人呢，整个一个在宇宙里面那个发展呢，它就好像一个剧本。其实这个剧本已经写好了。是的，因为特鲁多呢，说实在的，因为这几年。他发布的一些政策啊，确实让大家苦不堪言。对加拿大的经济啊影响真是非常的大，而且你的移民的这个政策呢也是非常的失败，所以呢就对加拿大整个的经济吧造成了这个无可挽救的一些损失。然后呢，也很多的加拿大人也是对他这个抱怨诸多啊。所以呢，大家都希望他呢能够尽快的辞职，然后呢能选一个新的领导人上来。这个事情呢虽然已经发酵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1月份总归来说是有一个结局了。那就是现在土豆下台以后哈，他说是还要在任上还要再过渡一段时间，对，然后呢一直到能选出这个自由党的这个党魁，然后呢也再重新那个选举。所以他其实这次所谓的辞职啊，我觉得他做的是非常的一般的啊，这个行为或者这个结果啊，他还是回到因为我们研究过他的一个特征啊，他的人的特征，因为他是属于甲木出生的人，而甲木出生的人他有个特点就是比较关顾自己的小圈子的利益，小圈子的利益。所以到今天啊，到他前几天辞职的时候呢，他其实整个策略呢还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是的，所以其实加拿大的阵痛，大家不要太觉得那个马上就这个换了一个新的领导，这个加拿大的厄运就会结束，其实不是，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对，缓兵之计。那真正的对加拿大好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有担当的一个政治人物的话呢，他应该是要做的事情呢，要为整个国家系统。更有最优解的一个方法去帮助这个现在这个国家嘛，是吧？那但是你现在就拖，就躲起来去拖，各方面都是内忧外患吧，内忧外患都来了，那你把这个时间再拖，没有任何意义嘛？因为你现在都知道那个整个民望是什么结果了嘛，是吧？民望就大笔数的很悬殊，根本上你怎么去努力，基本上人家不可能再会选择做出这个选择的嘛。但是你再这样拖的话呢，那个枫叶国以前我的讲座里面分享过了，已经是 ICU 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在 ICU，那你再拖的时候，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啊，其实你看去年，其实社会各界给他的压力就很大了。其实他去年就应该辞职，对，但是呢一直拖到1月份，现在呢又缓兵之计。那个
我不知道会拖多久，他说据说是3月份。3月份重新要开那个叫议会，重新他这次就申请跟那个总督要申请就重新要怎么辞职嘛，要重新内部选嘛。他是先把内部选那个搞定，那全世界的人都是等着他内部的自己选举，那大家那什么都干不了。是的，是吧？所以这2个月等于是议会停会嘛，然后这2个月大家都不知道无所适从，感觉。所以最尴尬的还有一点，不是要加那个所得税嘛？是，就所得税那个税率要加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利好，那不然他真的要实行的话，那就对那个整个那个房地产业打击也是非常大的，要加到66嘛。但是呢，由于它优惠，等于这个议案就没有通过。但是呢，反正加拿大的税局就已经说我要反正你议会通不通过，我先做好准备。我觉得那肯定不会通过了。那你现在这样再搞的话，整个希望就没有了。是就雪上加霜了，真是雪上加霜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特鲁多呢是虽然是下去了，但是还面临着之后的大选，就等于说自由党和保守党他们还是双方还会进行一次大选，对吗？对，那肯定的，这肯定的。那你觉得这次这个大选还会在10月份进行吗？还是说会提前等自由党党魁3月份选出来以后就马上进行大选，提前大选？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去到原来那个10月份了，10月份，因为他现在拖了嘛，他说这是留了一个巨大的尾巴。为什么我说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小圈子的利益，对，就没有干顾整个国家的利益。这是我觉得现在如果提前大选的话，就是可能自由党的这些议员啊，这些他们就没有发工资了，是吧？对，因为他就想嘛，缓兵之计嘛，先拖一下，然后呢，先起码呢，看一下有没有变化，因为他感觉到那个时局会变化的，有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整个地产市场变好了，民望又上去了，但是他就想这样。他就想这样，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幻想来的。对，这是这个不是短期，这个就像你说在 ICU 不是短期一下子打一针就能见效的。对，那现在如果说就再进行大选的话，因为现在伯利治的他的声望很高嘛，保守党的声望很高，你觉得他们是有胜券在握吗？是有胜算的？基本上已经那个胜利的筹码是基本上大部分倾斜到这里，因为他没得选择。枫叶国现在没得选择，是没有任何的选择，因为他现在大家应该齐心协力。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枫叶国内部的问题，内部的问题是其次的，真正的最大的问题是南边的美丽国。所以现在加拿大真是也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关键时刻，叫内忧外患。